一块轮盘连续转动3次，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姓名、赏金和死法。无论是谁，按照要求杀掉此人，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在金钱的诱惑下，任何人都可能摒弃善良，变成杀人犯。老白虽然是一名警察，却因为参与发小投资的金融公司，亏掉了所有的积蓄，而发小早就带着巨款逃往国外，这让背着巨额房贷的老白雪上加霜。妻子甚至要卖掉女儿的大提琴姐，燃眉之急。面对着妻子的责骂，老白祈祷一笔巨款出现在自己面前，殊不知自己很快就会实现愿望。这天，老白接到警局电话，赶到医院。一个耳朵受伤的患者被人送到医院。和寻常伤口不同的是，如果是意外或者挤压造成的伤口，都会残留一些碎肉，而光洙的伤口却异常平整，显然是被人用刀整齐割下。调取监控后，果然和猜想的一样，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手里还拿着光洙的耳朵。根据监控上的线索，老白来到凶手家中，只见大门虚掩着打开，桌上玻璃杯中泡着光洁的耳朵。翻找一会后，老白找到一个印有奇怪画符的箱子，打开一看，当场傻眼。突然门外传来声响，男人看到老白后像是做贼心虚，撒腿就朝门外跑去。追到一个下坡，凶手竟一个狡猾摔倒在路边，当场毙命。老白本想拨打警局电话，可抬头看到头顶的监控坏掉后，一个危险的想法在心中萌生。他拨打了组长的私人电话后，立刻回到房间拿走箱子，等组长带着警察赶来，借口身体不适迅速离开。来到地下停车场，找到一个没有监控的角落，打开箱子，足足有10亿韩元。老白将这笔巨款带回家中。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光洙醒来后，也来到了凶手家中。二人本就是朋友，答应割掉耳朵后4、6分成，可现在箱子却不见踪影。本以为凶手携款跑路，却在行车记录仪中还原了现场，看到了老白拿走箱子的身影。第二天一早，妻子就发现家中的巨款，高兴地问着老白钱的来路。女儿的大提琴也不用卖掉了。可好景不长，第二天面具人公开身份，将光洙耳朵的事告诉市民。为了能让市民信服，面具人承诺会在体育场头随即放10亿韩元，先到先得。很快，体育场外围满了观众，警察也早早布置好了防控。在万众瞩目的期待下，约定的时间并没有见到钱。正当市民失望的准备离开时，天空飞来3只巨大的热气球，只见热气球瞬间爆炸，满天的现金随风落下，市民们彻底疯狂，冲破警戒线直冲体育场。顷刻间，体育场犹如丧尸过境，就连警察也跟着抢了起来。而这一幕被面具人看得一清二楚。很快，所有人都被带回警局。面具人再次出现，轮盘停在了一名叫金国浩的人，而这次的奖金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目200亿。为了200亿的悬赏金，韩国民众彻底疯狂，甚至当着警察的面就要干掉车里的杀人犯。不过这个金国浩也的确该死，他自称集邮大师，专门玩弄职业女性，还把他们的工牌收集起来作为自己的战利品。可这天却因为他用药过量，面前的女人再也没有醒来。警方在河里打捞出女人的尸体，他也被女人的父亲打得头破血流。他表面唯唯诺诺的道歉，低下头却在心里咒骂，怪那个女人害了自己。他连续犯下多起性侵案，最后一名受害者还被他杀害弃尸，他却只被判了15年。更加可笑的是，他在监狱里被评为模范囚犯，还减刑了2年。3天后就是他出狱的日子。不过总算是苍天有眼，神秘人以轮盘赌的形式，用200亿悬赏他的人头。即将出狱的金国浩也会成为众人讨伐的目标。虽然警方查到神秘人的 IP 地址在国外，可对方国家不肯配合，他们也只能想办法保护金国浩，来阻止神秘人的轮盘游戏。署长还特意召开发布会，声称会以最严重的惩处来惩治犯人，不会让神秘人的游戏为所欲为。可他却忘了，他们要保护的杀人犯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之事，却只蹲了13年的大牢。看到这个人渣，老白几人脸色都很难看，可他们必须要按命令行事，将这个恶魔安全护送到家。金国浩被穿上防弹背心，戴上白色口罩，一路上不许抬头。可哪怕警方层层保护，疯狂的民众也仍然举刀砍向他。金国浩早就被吓得脸色苍白，他哪能想到这么多人想要杀自己，鸡蛋也不断地砸向警车，以此来发泄民众的怒火。这种人渣就不应该被释放。当听说自己如今是行走的200亿，金国浩反而笑了起来。看到他脸上那种厌恶的笑容，老白内心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车子终于到了金国浩的家，这里也早已经围满了示威民众，他们大声喊着处死金国浩。为什么要释放恶魔？这种人就不应该存活于世上。金国浩却背起了事先记下的演说稿，然后跪在地上对他伤害过的人道歉，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演得惟妙惟肖，惺惺作态的样子让老白更加反感。女人给丈夫准备了几天的药，分别贴了标签，备注了用量，然后告诉患有精神疾病的丈夫，如果自己有一天没回家，就打给社工寻求帮助。因为她要去杀金国浩，所以担心自己会一去不回。可她却不是为了200亿的悬赏金，她只想替死去的女儿报仇。她把河豚捞上来，挨个放血，然后将毒血滴到瓶子里，接着再把血涂满箭头。她
他要用弩箭毒死那个恶魔。此时老白刚回到家，却听保安说有人刚才在他的车后面鬼鬼祟祟的，像是在偷东西。他连忙来到停车场，还好箱子里的钱并没有丢。可当他看监控的时候，却看到了里面的尹畅才。很显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秘密。老白捡起了早已戒掉的烟，他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处理这笔钱。突然同事打来电话，金国浩发疯一般的非要出去，他们快要拦不住了。老白也只能赶到他家，本来想劝下他，可这家伙当着记者的面大吵大闹，非要去超市买东西。老白没办法，只能同意，不过只给他5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同事先封锁了超市。可他们都没注意，旁边车里的女人正在把染满毒血的弩箭放进弩枪里。女人装作糖尿病混进了超市，然后便掏出弩枪对着金国浩扣动扳机。只怪这个人渣运气太好，女人连续2枪都没有打中他。老白和同事也赶来相救，女人被老白扑倒，可第3箭却射中了护住金国浩的同事，他立刻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女人一言不发，老白被气得发疯。可听说女人是被害者的母亲，已经是肝癌末期，丈夫也是因为女儿的死精神失常，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这一切的罪恶源头都是因为金国浩这个人渣。老白很理解女人的做法，可如果她出事了，没人照顾的丈夫该怎么办？不还是应该为活着的人考虑吗？可女人家的门外此刻却有人送来了一个皮箱，女人明明没有杀掉金国浩，为何还会收到神秘人的奖金呢？200亿悬赏金的诱惑有多大？他自制土炸弹就是为了杀掉被悬赏的金国浩，有了钱他才能救活重病在身的新婚妻子。他将瓶子里注入硝酸甲酯，这东西只要受热或者受到震动都可以产生剧烈爆炸。然后他来到一个废弃大楼测试，果然威力惊人。老白被女上司当头呵斥，如果不是女人射偏了，恐怕金国浩已经嗝屁了。还好那个小警察已经脱离了危险，否则老白免不了要受到处分。神秘人也再次发出视频，因为女人是被害者的母亲，所以哪怕他并没有杀死金国浩，他还是给了女人10亿奖金，希望他用这个钱找到好律师，可以给自己的女儿讨回公道。可找个好律师也不太容易，尤其像李律师这种毫无职业操守的人，他为了成功不惜一切手段，只要给他足够的封口费，他就会立即倒戈，让委托人败诉血本无归。如今他更加毫无底线，竟要给强奸犯当辩护律师。当被悬赏200亿的金国浩成为全国焦点之后，想抓住这个机会的李律师不顾众人鄙视的眼光，决定担任金国浩的辩护人，因为他想利用金国浩打败参加市长竞选的安名字。那个女人一直利用金国浩事件作为战略，来获取市民们的支持。只要安名字落选，他投资的工程项目就可以重新启动。所以他来到现场，抢着给连环强奸犯做辩护律师，不仅在楼顶上喊着围观群众侵犯人权，还让警察逮捕面前所有的人，却被人群中飞出的鸡蛋砸中脑门。警察正要把麻烦的律师请出去，但是金国浩却要委任他为辩护律师。老白接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个 U 盘，可插到手机上，他却看到自己拿走箱子的监控。随后尹畅才也打来电话，给他2天的时间把10亿还给自己，否则就将录像交给记者。老白本来就怕他找到自己的车，特意跟同事换了车，没想到这家伙阴魂不散，不但一直在附近盯着自己，竟然还有自己的录像。他询问那个报案的小女警，知道了尹畅才的住址，随后便来到尹畅才的家。可一进屋就看到房间里面有人，走近一看才是个穿着黑丝的性感玩偶。老白疏忽了一点，他把车子停在了楼下，所以尹畅才回家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车，还记下他的车牌号，也在远处看到了老白的一举一动。有人免费帮自己辩护，金国浩当然愿意，而且他现在也的确有要求。首先他想从妻子那里要回自己的儿子，其次他想有个可以防身的武器。就连李律师都觉得第一个要求有点困难。金国浩现在分币没有工作，还有前科，谁会把孩子判给他？而且他每个月还得付孩子的抚养费。不过李律师也不失礼貌的尴尬一笑，让金国浩放100颗心，他会尽全力帮金国浩要回孩子。至于第2个要求，他压根儿就没回应。这老小子还想要武器，我明天给你带个闪电5连鞭，你天天就在家练吧。但为了跟金国浩搞好关系，他提议跟金国浩小酌几杯，聊聊不开心的事，让大家笑笑。他出去与警方交涉，金国浩现在可不是什么嫌疑人，警方不可以对他拘禁，金国浩有权利跟自己出去。可这时却有个快递被送到老金家，里面藏着一枚土炸弹，而那个制作炸弹的长毛也混在人群中，随时准备引爆。可他连续按了几下，炸弹却没有任何反应。李律师要求检查快递，一直留守的老许早就不耐烦了，声称这里没有金属探测器，两人也发生了争执。老白此刻正好赶到，听到律师的要求后也没说什么，顺手把快递放到车后座，自己一会儿就去检测。可长毛却要抓狂了，他愤怒地将引爆器摔在地上，然后打开一瓶硝酸甲酯，不顾一切向前冲去。同事见状立刻上前帮忙，就在两人刚到车前时发生了爆炸。这回轮到老白开始抓狂，因为那箱子钱还在后备箱呢。老白急忙跑去查看情况，
当看到同事被炸伤的脸和要为妻子报仇的丈夫时，他想不通为什么要保护强奸犯金国浩。市长扑通一声跪倒在杀人犯的门前，只为了劝对方离开这座城市。因为昨天他刚被检察官调查，私自挪用了市政的2800亿元。虽然义正辞严地说着绝对没有贪污，但转身就去找政党的会长帮忙。没想到会长的秘书竟张开双臂拦住他，他一把推开秘书，打开会议室大门，看到正在高阔的政党会长，他并不说话，却把后面的花束一个个推倒，因为这样就能和会长单独见面。没想到会长见了他就像见到瘟神，冲他撒了好几把大盐粒子。安市长提出挪用汇款的事情被发现了，会长也是受益人，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没想到会长竟然让他卸任，安静的接受调查。安市长知道自己被政党抛弃了，这是让他背黑锅，但他不想就这么放弃连任，只好唱着选举时的加油歌打气。突然一阵爆炸声打断两人，原来是金国浩家发生爆炸。安市长看着金国浩的画面，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跪在金国浩门前求他离开呼山市。但是杀人犯早已识破那是作秀，只是冷冷地看着楼下的市长，就算手下送来垫子他也不要，因为早已穿好厚厚的护膝。此时市长秘书已经找好了群众演员，嘱咐他们晚上按照剧本好好演，尤其是孩子一定要给市长盖好毛毯，以免市长被冻着。安市长从白天跪到夜晚，小演员按照剧本如期而来，给市长盖好毛毯，并鼓励他坚持到底。市长这次作秀又获得一大批支持，杀人犯金国浩觉得核定的时间差不多了，于是让他一个人进到房间。然而市长直接忽略了金国浩的握手，居然径直坐到沙发上脱掉了护膝，直接开始谈的金国浩离开的条件。每年今天都可以收到2亿韩元，总共5年就是10亿韩元。金国浩听完后十分心动，再次握手表示达成合作。但是市长又一次忽视了对方的握手，而且直接走到阳台接受民众的呼声，正高兴的计算这能获得多少选民。没想到律师出来播放了刚才的录音，市长的脸立马通红，知道自己被对方拿捏了，只好回到房间再次谈条件。这次金国浩稳稳地坐在沙发上，提的条件翻了10倍，要价100亿。更没想到金国浩让市长今晚就汇款，否则就把录音公开。市长生气地摔下手机，心里想着连的概率又小了，助手给出意见，不如直接将人除掉，以绝后患。市长却要他别说这种胡话。此时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楚生，谁有那个本事能不留痕迹地将人除掉？另一边局里的调查小组也查到了面具人的位置。令人发指的是，面具人竟如此猖狂，犯罪地点就在警局的对面。当特警全副武装地冲进房里，面具人早已逃之夭夭，只在墙上留下警察都是混蛋的字眼。老白随手转动面前的转盘，当转盘停止转动，竟神奇的与之前视频上的丝毫不差。他不敢相信的再次转动了轮盘，可得到的答案依旧和之前一模一样。随后他在桌底发现了一个操纵器，这才意识到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犯罪。这天，老白的妻子拿了50条内裤交给女儿，让女儿带去给3天没换裤的老白。女儿满脸嫌弃，坐上了前往警局的公交。同一时间，辆卡车紧紧跟在后面，女孩丝毫不知危险即将来临。刚到站下车，卡车里的黑影便出现在身后。到了半夜还不见女儿的身影，老白急切地给妻子打去电话，可妻子却说女儿已经出门6小时了，这个时间都够来回韩国5趟了。正当老白准备在门口等待时，扭头看见地上掉落一个袋子，里面就装着他的内裤。紧接着妻子打来电话，一声凄惨的求救过后便杳无音信。老白立刻赶回家中，只见光洙正嚣张地坐在沙发上，像在自家一样吃着泡面。得知光洙绑架女儿后，老白一把拽起光洙扔到了地上，质问他为何要这样做。无论如何会凑齐给你的。对方显然不相信，因为他每天都监视着他，当然知道老白在撒谎。几天跟踪发现，老白早就把光洙用耳朵换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所以光洙改变思路，威胁老白利用职务之便，将身价200亿的金国浩带到自己面前，否则老白就会收到女儿的手指罐头。尽管老白现在就想手刃光洙，可为了女儿的安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光洙离开。而另一边的金国浩每天养尊处优地被警察保护着，门外还有时刻蹲点的记者，过着和明星一样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几个小时后自己的生命就要迎来终结，而杀他的人就是他日思夜想的亲生儿子。13年前，金国浩为了满足内心的兽欲，不小心多用了几百斤药量，失手杀了女孩。为了不被发现，将女孩推入河中。回到家，妻子在衣服上发现了血迹和埋在院子里的作案工具。为了不让丈夫一错再错，最终选择了大义灭亲。等金国浩被警察抓走后，只留下了孤苦伶仃的母子2人。好在儿子朴小昌天赋异禀，在金国浩坐牢期间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小提琴家，还获得了去海外深造的机会。然而这越来越好的生活都在金国浩出狱之后彻底烟消云散。商场里会有人举起手机拍下朴小昌，发到网上让网友口诛笔伐。回到学校也会成为同学们口中的话题，甚至还会被精神小细胞霸凌，就连家门口也被人写下恶毒的诅咒。母亲不忍看到儿子如此折磨，决定为儿子做些什么。
但母亲的反常的举动被朴小昌看到，趁着母亲不在家中，找到了母亲藏在柜子里的刀和一本人体构造书，上面标记着一击毙命的位置。朴小昌猜到母亲是为了自己，准备杀掉金国浩，他不想连累母亲，独自一人来到金国浩家门口，把藏有利器的书包提前扔进阳台，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让警察给自己开通道路。听到儿子突然登门的消息，金国浩别提有多激动，本就想从妻子手中夺回抚养权的他，开心的和儿子拥抱在一起。走进屋后，朴小昌借口来到3楼卧室，取下挂在树上的背包，随后坐在一起和金国浩叙旧，接过递来的酒杯一饮而尽。此时的家中，母亲看到了儿子留在冰箱里的蛋糕和信，顿感大事不妙，拼命地朝金国浩家跑去。就在金国浩接过酒杯痛饮时，朴小昌掏刀砍向他，但被金国浩一个侧身躲过，把朴小昌按倒在桌上，感受了什么是父爱。可毕竟儿子不再是13年前的小孩，挣脱开来，2刀扎中金国浩腹部。等母亲赶到家中，看到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儿子，拿起了儿子手中的刀，擦净刀把上的指纹，慢慢走向曾经的丈夫，补了一刀。等金国浩瘫倒在地后，把血擦到自己脸上，伪造成是自己杀掉了丈夫，开门走到阳台，大喊着是他杀了金国浩。万众期待的轮盘赌头号杀手许光汉终于登场了，他扮演的一个相貌平平的杀手，因为脸上始终带着甜甜的微笑，所以被人称作坤哥。这次坤哥坐飞机来到韩国，是接到了一份价值10亿但很奇怪的杀人委托，先去集装箱开走福特猛禽，拿出准备好的道具，去绑架一个名叫金国浩的变态。坤哥首先踩点，来到金国浩家对面的楼顶，通过观察方位，制定了完美的计划。第一步，通过改装好的狙击枪，用橡皮子弹打晕金国浩。第二步，用钉枪制造一条空中索道，帅气的划破天空，降落在金国浩的阳台上。第三步，从后门进入，金国浩肯定还没醒，轻松扛起他走到指定地点。第四步，打爆玻璃，用登山扣拴住身体，神不知鬼不觉，消失在众目之下。然而到了执行的当天，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坤哥正要瞄准射击时，居然看到金国浩被妻子捅了刀子，他只能无奈的收起狙击枪，给金主发去3个字：1号目标死亡。然而古话说得好，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金国浩八字够硬，2刀扎进心窝，居然送进医院给抢救了回来。律师小李向媒体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后，回到律所后发现秘书在玩捆绑游戏。这时坤哥从身后出现，一边拿枪指着脑袋，一边掏出金国的照片。接着坤哥命令小李，不想死的话就交出手机录音笔，并且不许有备份。亲眼看到东西全部放进包里后，坤哥拿出乙醚手绢，分分钟放到了小李。紧接着他换上一身白色制服，单枪匹马杀到医院。然而坤哥做梦都没想到，警察老白居然抢先一步。原来老白让徒弟小普去查手机定位，小普很快查到地址，是在郊外的一个肉联厂。由于老白被领导抓去执勤，实在没办法，他只好让小普先去探探情况。小普出生牛犊不怕虎，头很铁的独自闯进去救人。看到小白倒在门后，小普急得赶紧掏手机发消息，然后被突然冒出的光珠砸晕了。你说这倒霉孩子，你在铁能有灭火器铁吗？另一边老白还在等小普的好消息，结果听到的却是光珠的声音。光珠告诉老白小普已经领了盒饭，并且说到做到，当场剁下小白一根手指。走投无路的老白只能找借口支开同事，然后溜进病房，打算带金国浩去见光珠。说时迟那时快，坤哥举枪闯入，老白立刻反应过来掏出枪，但终究不敌坤哥。看到坤哥亮出小刀，金国浩以为自己又要死了，岂料坤哥只是割断了电子脚铐。这时倒计时结束，烟雾弹瞬间冒出浓烟，引发了火灾报警器，整个医院陷入混乱。坤哥戴着防毒面具，扛着无法行动的金国浩，大摇大摆走进电梯，来到地下停车，一脚油门下去，福特猛禽向前。等警方发现时，谁还拦得住？老白通过道路监控锁定了福特猛禽，一路跟踪到荒郊野岭，发现坤哥早就汽车改不行，逃得不知去向。现在的坤哥在附近的一处秘密别墅内，金国浩和小李分别绑在椅子上，地上铺满塑料布，以防杀人后留下血迹。看到没，这就叫专业。原来这一切背后的金主就是女市长和秘书。之前律师小李用录音敲诈女市长，签下一份合同，5年给金国浩100亿。咽不下这口气的女市长便找到了坤哥，只要除掉小李和金国浩，不仅可以保住市长的位置，还能拿到200亿奖金。随即就是2个大嘴巴子。可惜女市长忘了，金国浩是个狠人，趁所有人没注意，他拔出预埋的针头，弯后做成回形针，一点点地捅开了手铐。女市长爽完后问小李录音还没有备份，小李发誓绝对没有。没有是吧？那你可以去死一死了。然后一枪崩了他。轮到金国浩时，女市长赶紧拦住坤哥，毕竟轮盘赌有规定，只有亲手杀人才能拿到奖金。坤哥犹豫再三，把枪递给女市长，对方拿到枪后直接向坤哥开了2枪。为了省钱，这女的是真会过啊，真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不过真到要杀金国浩时，女市长又把枪交给了秘书，说是必须手上沾血，才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听一声枪响，秘书爆头而亡。原来坤哥穿了防弹衣，重新爬了起来。市长求饶着要给坤哥加钱，坤哥稍微一犹豫，反而给了金国浩机会。两个人像疯狗一样撕扯扭打在一起。单论实力，坤哥绝对碾压金国浩。问题是坤哥中枪负伤，血槽空了一半，所以两人缠斗了半天，居然打得不分胜负。直到最后一个回合，结局出乎意料，金国浩抢到了枪，坤哥中枪倒地。金国浩这体质，不加入复仇者联盟都觉得浪费。他开着偷来的小汽车，一路向北来到警察局，在最后一刻晕倒在方向盘上，因为他知道现在能救他的只有警察了。昏暗的房间里，光洙一边浏览着网站，一边吃着泡面，旁边是被他绑架的老板娘。只因44岁的老板娘在网上发帖子控诉光洙骚扰。吃完泡面后，愤怒的光洙在屋里倒满了汽油，下一秒点燃了打火机。老板娘被吓得花容失色，拼命呼救，无奈嘴被封住，怎么挣扎都叫不出声来。然而光洙只是吓唬一下他而已，让老板娘知道自己的厉害后，很快他就放了老板娘。老板娘仓皇而逃，光洙也跟着他下了楼梯，走出楼道。刚点上一根烟的光洙听到一声巨响，2楼被淋了汽油的房间发生了爆炸，火势很快蔓延开来。光洙快速离开了火灾现场，回到躲藏的废旧厂房后，光洙烧了巡警小普的衣物。厂房里被绑着的是白警官的女儿小白。原来光洙也是在欺骗白警官，他并没有杀掉小白。屋里的电视新闻里播放着郊区秘密别墅里的枪击事件。小白隔着房间听到光洙在另一边给自己被割掉的耳朵注射药物，同时发出痛苦的嚎叫。记者围追堵截赶到现场的白警官一行人。警察进入屋里之后，发现别墅里面有2具尸体，分别是安市长的秘书和李尚房。许光汉扮演的微笑杀手坤哥已不知去向。与此同时，光洙给白警官打来电话，说感受不到他的诚意，问他是不是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女儿了。白警官再三保证金国浩还活着。光洙给白警官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今天之内务必把金国浩带到他的面前。打完电话，光洙拿着一盒披萨回到屋内，递给小白1块。小白迟疑着不接。光洙对小白说：叔叔不是坏人，你爸爸才是，他偷走了我的东西。与此同时，另一边白警官的老婆找到警局大声哭诉，同事们面面相觑，以为是夫妻2人闹了矛盾。另一边，白警官和同事开车来到了金国浩治疗的医院。因为1天之期的约定，白警官匆匆忙忙，好似吃了炸药。走廊最里面的房间里，白警官看到了昏迷不醒的金国浩，他问医生可不可以将金国浩带走。医生回答，如果那就是他的命数的话，他今天就会死。这时白警官又接到了光洙的催促电话，让他下定了决心。与此同时的另一边，小白拼命挣扎，却怎么也拽不动捆绑他的铁锁链。在同事等待白警官上厕所的时候，接到了警察署长的电话。署长询问金国浩的情况，同时抱怨白警官的妻子闹到警署的事情。白警官回来之后，用空包弹打伤一个同事的肩膀，用手将2名同事铐在医院，带走了金国浩。出去之后，白警官又拿枪威胁另外2名同事，将车开走跟光洙会合。到达会合的隧道后，光洙并没有马上出现，他让白警官开着双闪，将车开到隧道底部，然后下车。光洙告诉白警官女儿在前面车的后备箱里，白警官要先确定小白还活着。他跑到前面的车里，发现女儿并没在里面。与此同时，光洙快速跑到载着金国浩的车里，将车开走了。得到了金国浩，光洙兴奋地大叫。他不知道的是，为了以防万一，白警官在金国浩的身上安装了定位器，不管走到天涯海角，白警官也能找到他。光洙把金国浩转移到屠宰场的车里面，将车开走了。另一边，2个受伤的同事在寻找白警官的下落，他们对白警官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署长也打来电话，让他们感觉压力倍增。白警官为了追光洙，用手枪威胁逼停了一辆车。他跟着定位器来到了光洙的秘密基地废旧厂房里面。光洙把金国浩从车里抬了出来，掐断了他的手铐，开心地跟他合影留念。他不知道的是，刚才在转移金国浩的时候，金国浩就已经睁开了眼睛。现在的金国浩已经恢复了意识。旁边的小白惊恐地看着苏醒的金国浩，看着他捡起旁边的铁钩，一下勾住光洙的大腿。要说坏人活1000年，金国浩真的是不死体质。他2下用铁钩扎了光洙，换上光的衣服准备逃跑。另一边的小白察觉到了危险，慌张地看着旁边可以使用的武器。这时白刑警拨通了光洙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金国浩。金国浩从白警官的嘴里得知小白也在这里，他一步一步朝着小白走了过去。隔着玻璃，金国浩看到了被铁链锁住的小白，看到小白的他色心大发。他可是当时因为强奸无数少女而进入监狱的。当他罪恶的手伸向小白时，小白一下伸手向金国浩的脖子扎了下去，然后拼命向外跑去。可是没跑几步，小白就被绊倒了，失去了意识。白警官这时赶到了，无奈他不是金国浩的对手，又让金国浩跑了。金国浩的儿子小徐这时候准备按照妈妈的愿望搭乘飞机去维也纳继续他的小提琴生涯。这时新闻里传来了妈妈的报道，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离开，
飞快地从机场跑了出去。此时的白警官在医院醒了过来，清醒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女儿小白。当他看到重症监护室里的小白时，被医生告知小白还没有恢复意识。医生单独跟白警官交代，小白需要做进一步妇科的检查和精神的治疗。白警官心如刀绞，闹着要去抓金国浩为女儿报仇，可是他被2个同事看守着，寸步难行。白警官看着头上的烟雾报警器，他出门跟同事要了香烟和打火机。与此同时的另一边，逃亡的金国浩体力不支，晕了过去。这时出现了2个神秘人，带走了他。在医院里，白警官利用烟雾报警器跑了出去。慌乱中，他打晕了一名医生，并换上了医生的白大褂，成功逃离了医院。当警察同事们还在挨个楼层搜寻他时，白警官已经跑出了医院大门，并开走了一辆救护车。小徐这时候来到监狱探望母亲，母亲苦苦劝说他要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小徐却说要解决这一切。当小徐从监狱出来之后，辆神秘车辆停在他的旁边，里面是带走金国浩的神秘人。年少的俊宇曾有过一个困惑的童年，坏人强奸伤害了他的妈妈，只因为法官认为被告深刻反省了所犯罪行，有强烈与犯罪家属和解的决心，且因喝多断片不记得案发经过，所以仅判处2年6个月的刑期。俊宇问警察叔叔2年6个月有多长？警察叔叔尴尬的笑笑说，到那时俊宇就6年级了。这个判决是由法官决定的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法律就是如此规定。俊宇又问，我到6年级时妈妈会痊愈吗？年少的俊宇发现坏人所受的惩罚远远比不上妈妈所遭受的伤害。在犯人移送时，他试图用小刀让坏人受到惩罚，可仅仅只是划破了坏人的手臂。如今成为牧师的俊宇相信信徒们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要尊重陪伴孩子，孩子才会成长。有人问什么时候祈祷呢？俊宇说只要做做样子就好。祈祷就像安全网，如同有警察也会有犯罪事件，有交通法规也会有交通事故，有医院的人们还是会死亡。离开的时候，大家对俊宇照顾没有血缘关系的老牧师赞不绝口。老牧师听着议论，尝试用手推动轮椅把手，想从楼梯上摔下去，可手却一点力气都使不上。年轻的俊宇牧师笑着威胁道，不能这样做，这个做法很危险，万一死了怎么办？你总是想去天堂，但在那之前你得好好活着，赎完所有的罪过，你离死还早着呢，赶紧向上帝虔诚祈祷吧，因为我会让你活着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受尽折磨。回到教堂，孩子们开心地玩着游戏。进到屋子，助手拿出了针剂和药水。药效减轻了吗？还会让老牧师在众人眼前尝试寻死，那就加大剂量吧。这时小徐刚从监狱探望母亲出来，他一边走一边思索如何解决这一切。这时一辆神秘的黑车在他面前停下，俊宇带小徐来到教堂。他们看着老牧师，俊宇说曾经对他来说，牧师也是父亲一样的存在。俊宇说杀人并不是报复的方式，倒不如给他们想一死了之却又死不了的痛苦，让他们在恐惧屈辱中活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报复，也是他所选择的方式。20年前的一天夜里，小俊宇和警察叔叔在警察局待到深夜。警察叔叔送俊宇回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好好照顾妈妈。俊宇上楼进了屋，发现妈妈并不在屋里。他去牧师的房间找妈妈，发现妈妈神志不清地躺在沙发上，旁边散落着针头和药剂。俊宇看着不能动弹的妈妈，流下了眼泪。牧师却还在抱怨妈妈咬了自己的手。牧师想让俊宇离开，拉扯之中打翻了东西。牧师抱怨打坏的东西很贵。俊宇气得拿起桌上的神像砸向了牧师的脑袋。在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警察叔叔过来拉开了他，之后妈妈就离开了。俊宇说金国浩身体不错，药效很快失去了作用，问他待在食物链的最底层，不知道自己会在何时何地被什么人杀害，这种感觉怎么样？为了活下去而随时准备逃跑，这种感觉是不是很过瘾？唯一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乐趣了。说完又给金国浩注射了药物，并且给他拍照，作为悬赏猎人的猎物发到了网上。与此同时，白警官跟着定位器找到了教堂的地点，他想进去，可是门锁住了。俊宇带着小徐也来到了这里，推开门，看到金国浩被绑在了十字架前面。俊宇给小徐一套针管的工具，只要打到心脏里5分钟之内，就能让人失去性命。俊宇问小徐，这5分钟能补偿你的人生吗？小徐陷入了沉思。这时俊宇已经把金国浩的照片传到了网上，广发英雄帖。为了这200亿的赌金，人们像豺狼一样向这里涌来。俊宇告诉小徐没有多少时间了，尽快下手。小徐走上前，金国浩故作可怜，发挥了影帝般的演技跟小徐道歉。小徐心软了，放下的手臂却被金国浩一把抓住。俊宇听到屋内的声音，于是推门进屋，发现小徐躺在地上。金国浩躲在门后袭击了俊宇，把俊宇推到墙上。小徐冲了过来，父子俩展开了激烈的打斗。就在小徐准备将利器刺入金国浩的身体中时，白警官赶了过来，制止了小徐。白警官给金国浩戴上了手铐，站起来时发现了教堂里蒙面先生的标志。这时外面激动的想杀死金国浩的人群涌了进来，为了200亿开始了激烈的争夺。白警官不得不冲天鸣枪示警。这时金国浩偷偷在地上捡起了针管，拉过小徐作为人质。小徐大喊让白警官开枪。僵持之下，金国浩对小徐交代了几句，将针管扎向自己，
这时白警官扣动了扳机，金国浩应声倒，人们都愣在了原地。金国浩这个不死之身倒在了地上，白警官抱起了小徐，警察也冲了进来。这时他们才发现俊宇不见了。警察的调查发现，这些教堂、保育院等都登记在老牧师这个植物人名下，俊宇一切登记的信息都是假的，这个人凭空消失了。白警官像往常一样在医院握着小白的手哭泣。突然，白警官听到女儿说话的声音，妈妈仔细听了听，原来是老白握得太紧，把小白的手握麻了。俊宇来到老白家门口，放下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一个拥有200亿元的账户和账户的钥匙。至此，2次轮盘赌的奖金都到了白警官的名下。数月之后，白警官在地图上标记，并画出了轮盘赌的几号。在记号重合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房子，门口有人把守，有人开始无差别射击，杀害了所有阻止他的人，笑容依然挂在他的脸上。白警官顺着记号找了过来，他看到门口倒地的守卫和神秘人的专属符号，还有一台电脑，里面正是微笑先生。他称自己已经有了新的委托人，目标则是神父，所以他警告同样寻找的神父的老白，不要挡了自己的路，否则将杀光老白珍惜的每一个人。看来这场以命换钱的轮盘赌游戏还没有真正结束。